在上集我们聊到了电晶体如何让只有政府用得起的笨重昂贵大电脑变成经济实惠的家用电脑，以及基体电路 IC 的发明如何让人类生活飞跃式的成长，并成为各项科技技术的核心。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最小元件比细胞还小至少700倍的 IC 是怎么做出来的吧。首先我们得知道 IC 长什么样，这些黑色一块一块四周或是一整面长角的就是 IC。 不同的 IC 有不同的功能，长角就是为了能固定在电路板上彼此合作。像是我们常用的手机里其实就有2层电路板，每一面都有着许多大大小小功能不同的 IC。 打开 IC 黑色的外壳后，会看到每个角都连着细丝，一路延伸到中间的小方块，也就是 IC 的本体。我们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就能看到错综复杂的层层线路。纵向剖开后，可以看到好几层粗细不同的结构。而我们一直讲的电晶体就在最底下那一区。放大来看的话，电晶体也不是一块简单的半导体，而是由不同类型的半导体和金属组成的立体结构。结构的形式还有非常多种哦。现在我们知道 IC 有多复杂后，就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吧。IC 的制作分成3大阶段：设计、制造和封测。首先是设计，工程师会依据功能需求设计程式，将程式转成平面逻辑电路，检查没问题后，再转成立体迷宫线路设计图。接着就像盖乐高需要基座一样，盖 IC 线路迷宫也需要基座，也就是晶圆。晶圆是由高纯度的矽拉成细晶柱后，切成不到1毫米的薄片，透过化学机械研磨而成。晶圆有各种尺寸，最大的直径约30公分。然后就是神奇的制造奈米线路迷宫技术了。以前面出现的起市场效应电晶体为例，首先在晶圆表面沉积数奈米到数百奈米不等的薄膜层，涂上光阻剂。接着用紫外线照射刻有设计图的光照，再利用镜片缩小成奈米尺寸，被照到的地方就会起化学反应。接着就可以利用溶解和蚀刻清除不要的部分，再反复几次就可以做出电晶体。接着再反复无数次，就可以做出上方层层堆叠的线路。经过短则1个月，长则4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无数个电晶体和复杂的线路迷宫就完成了。最后是封测，大片晶圆会被切割成上百片的 IC， 筛选出合格品后，将晶片贴在导线架上，焊上线路，装上保护壳，剪切成型，就变成常见的黑色长角的模样。最后再通过重重严格的测试，可以上市贩售的 IC 就完成喽。在以前，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由1家公司包办。但随着 IC 越小越复杂，设计、研发、机台和人才的费用也越来越贵。在1980年代末期，半导体产业逐渐转向专业分工模式。厉害的是，小小的台湾不但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各阶段公司的市占率更是全球前3，可说是半导体产业的超级资优生。但台湾到底是怎么从低科技的加工出口小岛晋升成高科技的半导体资优生的呢？我们就下集揭晓喽，拜拜。